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9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纳指技术结构未破位，守稳9号 K 线低点支撑，上涨趋势不变。Lucy 周一视频再度提醒 Circle 的机会，果然单日大涨10%，抄底套餐买在上涨启动点 ，PLTR 震荡中寻找机会，细节也藏在抄底套餐的信号里。到底什么样的组合能让我们的财生朋友们直呼抄底套餐上瘾呢？我们一起来从股票的走势图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依然从2个方面呢来去给大家剖析一下市场。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走势分析。那现在呢是第3轮的神奇九转结束了，我们只要看准了9号 K 线，只看最低点，如果还是不会被跌破的话，那我还是对纳指继续看涨的。那第2个方面呢，来分析一下热门的股票。那首先呢就是 Circle、PLTR、苹果、AMD， 还有谷歌，还有咱们粉丝朋友们呢想让 Lucy 分析一下 IBM。那么老规矩啊，咱们看视频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想听哪只股票的深度拆解，那你可以把它的代码打在我们的评论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纳指的话，它已经走出了之前 Lucy 给大家数过，这是第3轮的一个九转。那么在此之前呢，这里是第2轮，然后在前面的这一堆黄色的 K 线呢是第1轮。所以说我们现在把现在近阶段这一轮九转呢是称为第3轮。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其实就很简单了。那么9号 K 线出来的话，它的最低点是20323.02，这个位置呢就不能被跌破。那我们的理由呢也很简单，我们去看一下第2轮的它的一个这个九转，那其实呢就是它的最低点没有被跌破，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紫色的一个区域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它一直都是股价呢飘在这个紫色的一个区域的一个上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紫色区域它一直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多方呢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在现阶段呢，我们唯一的因为纳指它一直是创新高的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参考好9号 K 线的最低点就可以了。那么昨天呢这一根小小的十字星呢就没有跌破它的最低点，所以当下我们的一个仓位呢还是保持原来的不变。那么这边呢 Lucy 也给我们的一个这个财生朋友呢写了一份盘前广播，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就是在7月8号的时候呢 Lucy 发了一篇，那就是说纳指昨天呢是收到一根结构9，虚补了7和8的跳空缺口，收了一根阴线，那实打实呢是跌破了8号黄色 K 线的最低点。但是近期呢我们有看到一个规律，就是纳指呢它一直强势，那每次跌破黄 K 之后第2天都会被收回。所以说仓位已经降下来的小伙伴呢，你可以不用再继续降仓位了，就是保持住现在的一个仓位不动。其实它稍稍的回撤呢，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持仓呢并不影响。那本周的话可以静静的观察纳指它的一个走势的变化。那9号 K 线的最低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323.02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防守的一个止盈位。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消息面对纳指的影响呢，目前来说呢是很小的，就像关税盲盒没有太多的一个意外。所以说短期影响的话，我们从技术分析找到答案，其实呢就是跟上 Lucy 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就可以了。那文字的这段描述呢，其实就是说了一下刚刚我们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分析。其实呢，我们只要看准这一个点位就可以了。这个是对纳指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只股票呢是 Circle。我们看到 Circle 呢，在周一的时候，Lucy 有发过这个视频。那里面有讲到了 Circle 它的一个这个机构低吸的一个机会，因为连续2天的一个蓝色 K 线。那我们在此之前呢，在这个位置是不知道它在这个地方是会止跌的，直到出现这样2根蓝色的 K 线，其实呢抄底套餐它第1条就具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让 Lucy 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呢它就拉升了接近10%的一个阳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它高点的话是会超过198元，是来到了这个209元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知道209元的话呢，我们是如何去测算的？首先呢，我在最低点和最高点呢取了2个位置，然后我们去做一个黄金分割，这个线呢是黄金分割。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是有在50%的这个位置，也就是181.4块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止跌，而且连续4天都是在这个线上方震荡。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4天的话，股价的一个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没有提醒大家去参与，而是进行观察，就是看股价能否再进一步的一个新低。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它在50%这个位置是止跌了。那如何发现的呢 ？Lucy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在周一的这一条视频，那么1天前的一个视频里面呢，我是说这个 Circle 是可以参与的。那当时我的理由呢，是它的60分钟图呢是出现了蓝色的 K 线和聚宝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抄底的一个理由。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Circle 呢，它在30分钟的时候，其实呢是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聚宝盆，加上它的一个这个蓝 K， 它没有出现白 K， 但是它出现了蓝 K， 然后我们叠加了60分钟的蓝 K， 刚好呢它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末端，而且呢同时出现了我们的聚宝盆的一个字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 Circle 呢是同时满足了30分钟和60分钟的一个抄底套餐，所以呢，我们的抄底套餐的一个这个试验呢就再次成功了。这个是对 Circle 的分析。那我们再从日线上来去看一下呢，它为什么连续2天在这个61.8%，也就是209.2块的这个位置呢，是连续2天没有突破过去，也就是证明呢，从50%到61.8%，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对 Circle 有兴趣的，包括持仓的朋友呢，那我们就看准了这一个价位，就是209的一个压力位。如果说它不能被这个突破的话，那其实短期呢，我们可以去止盈，先做一个止盈。如果说我们下一步它能突破它的一个这个209元的一个压力位的话，那我想上方的一个80%、254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压力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 Circle 的话，我们看209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PLTR 在周一 Lucy 分析过之后呢，它出现蓝 K 之后呢，我们说它有可能会出现反弹。而且呢，我们在后续的一个行情呢，近2天的一个行情，它果然出现了一个上涨，而且呢，它突破了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就是137这个位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从彩虹带来看的话，它还是处在一个紫色的这样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区域。所以说 PLTR 的话，它近期它突破了137，那么我们的一个下一个价位呢，就是我此前跟大家说的145这个位置。看它能否继续，也就从这个地方到145的话，还会有大概6块钱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就是 PLTR， 但是可以这个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 PLTR 它的一个多方资金的一个能量呢，目前来说还算是这个比较温和的。那没有说特别像之前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多方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PLTR 的话，我们如果看它的一个抄底套餐的话，其实也是1到3到5天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就是 PLTR 的一个分析，毕竟它现在还是在一个多方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它现在相对来说呢是弱势一些，这个是对 PLTR 的一个这个趋势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周一的时候 Lucy 有提到过 PLTR 的一个走势。那当时呢，它是出现了蓝 K， 然后呢，我有跟大家去讲说，这个它在近期呢会出现一个反弹这是周一的一个视频呢，有给大家讲。那果然呢，它的一个反弹的话，其实空间还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做波段或者做短线的小伙伴呢，我想这2天的一个反弹的话，它的一个收益还算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的一个 PLTR 呢，在震荡行情当中的话，如果说你想做短线，那么它的一个信号呢也是成功的。那讲到这里呢，咱们的订阅粉丝注意了Lucy 的盘前广播里呢，会提到一些关于我们的抄底套餐的一个内容，就对于行情来说，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追踪器。如果说想紧跟我每日复盘广播的最新动态，那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订阅通道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你听好了啊，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啊，分析实战交易方法，那么第一步呢，你赶紧点击订阅。作为见面礼， Lucy 会送给新朋友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财生会员的一个这个体验课程啊，名字是 Lucy 的美股洞察。那它的时间呢是每周周二、周四和周五的香港时间下午5点。会在这个美股的盘前呢，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析。那么我们的盘前广播和财生们发现的一些这个股票机会啊，都会在这个直播和我们的一个盘前里面会给大家写到。里面当然也会提到 Lucy 的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些期权的一个操作方法和机会。那就如同上周我们提到的这个 DJT， 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兑现大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啊，其实这个直播呢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如果说你还想学习 Lucy 的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的话，那我们团队的老师为大家准备的龙头派对的一个课程呢，就不要错过了。那么课程的时间呢是在香港时间的上午10点钟。那我们本周的话呢，是会为大家去讲解解码龙头基因的4节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像它的一个这个底部啊、中继啊、拉升啊，它的一个这个暴涨，都会给大家讲到为什么我们的财生朋友在这一轮行情屡屡抓住龙头股，它是有原因的啊。想要进一步学习技术分析的朋友，你就抓紧到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么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赚钱2个字啊，这样的2个字发给他之后呢，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7天的体验时间，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会员课程啊 ，Lucy 的课程打卡也会给到7天，那就是2周的一个体验课，包括我们的一个龙头派对的课程，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呢，就会直接发送给你。所以说咱们没有拿到的朋友赶紧去领取。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呢是谷歌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呢 Lucy 在这个盘前广播里啊有提到谷歌这只股票。那我先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7月8号的话，我说昨天盘中30分钟和60分钟分别出现了蓝 K， 然后结合呢 TD7， 今天是 TD8，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9转呢来到了7到8这2天。那么因为它出现了蓝 K， 所以说呢值得 Lucy 在盘前广播写一下，震荡过后有可能这个上涨，所以说大家要看好了，就是7、8后面还会跟着 TD9 的。然后呢，我的一个这个防守的一个标准呢是5号 K 线的最低点175.07作为防守，如果跌破呢就止损。那如果股价选择向上的话，第一压力位在185，所以我带大家去理解一下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谷歌它现在呢是在一个横盘震荡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这个紫色飘带呢还是在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认为这个谷歌呢它现在在一个上升通道，我们把谷歌的一个高点的一个连线，包括低点的一个连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的话，现在是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阶段。但是昨天呢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利空的消息出来，这个针对谷歌和苹果的，你像基金经理呢有说啊想要这个减持，所以说其实市场的一个消息呢对于技术面来说的话，它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回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不会啊去判断消息的一个利空或者利好，但是我们可以从技术方面呢是来看到一些这个端倪的。首先呢，它在这个紫色的一个这个区域的过程中，我认为它还是在一个多方的一个区域，而且呢，它昨天是因为一根 K 线的跌破了它的一个趋势，所以会出现这个 TD9 的一个完结。现在你看不到它的一个9转的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唯一的一个标准是它不跌破这样的一个紫色的一个区域的话，我认为它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弹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呢，除开三才童子在酝酿，没有资金流出，那么多方资金呢也没有节节败退。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谷歌的话，我倾向于再多看一天。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上方的185的一个压力，是由于左侧的下降9的1号 K 线得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短期如果说参与谷歌的朋友呢，等多1-2天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那么如果说真的实打实跌破了这个紫色区域的话，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黄色区域的话，那谷歌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掉头一个空头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真的出现空头的话，那 Lucy 也会把空头的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呢写到广播里面，咱们财生朋友可以这个注意去观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近期 Lucy 一直跟踪的苹果的日线走势图。那么苹果的话呢，最近它其实呢是在一个这个震荡区间的不温不火。上周的话，它的一个涨幅还算是比较可观的。我也曾讲过，说213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它出现回撤。那么5、6呢这2天的一个回调呢，就证明了我说的这个213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它昨天的一个6号 K 线呢就没有跌破209这一个支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紫色的一个区域呢，现在还是在它的一个下方，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6后面还会跟着7、8、9。3天，那如果说它不会跌破209这个5号 K 线的话，那7、8、9就是可以完美的形成了。那上方的话，我们知道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到222元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缺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苹果的一个补涨的一个机会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们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呢，我也给大家写到了，苹果呢是昨天试探过机构成本线加上缺口一带的压力，那回落到209附近。看到昨天视频的朋友，也就是周一的那条视频，我也有讲了苹果。那目前30分钟和60分钟出现了蓝色 K 线的一个机构低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算是有一点点信号了。那操作上呢，波段可以进一步上调目标位，还是222不变。所以呢，这个位置其实呢，苹果的话，它的一个空间呢就会相对来说小一些。这也是近期呢，苹果它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利空的消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觉得苹果涨得慢的话，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昨天呢，其实 Lucy 有发现 AMD 呢是在一个这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边界出现了一个回踩。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的一个过程就是它在9号 K 线出现之后呢，它这一天、第二天就有一点被跌破了，进而跳空向下。但是它的一个下跌呢，其实是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股价呢，其实它出现黄 K 之后呢，紧接着九转形成，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偏离这个紫色的一个飘带的一个上边界，所以说它有可能去回归这个修复。那么我们看到昨天呢，其实它已经修复了这个飘带的一个这个上边界之后呢，它就出现了反弹跳空向上的一个十字星。那我们看到它之前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出现反弹。所以说这就是 AMD 的一个股性。那昨天的话，如果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那 AMD 的其实呢，它有在这个6号 K 线和5号 K 线的一个交叉点这个位置出现的反弹。那我们其实神奇九转的话，也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提示。那我们看到呢，近期虽然说它现在呢是有资金在逐步的一个衰减，那么我也能看到散财童子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呢，从日线看的话，它有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呢去落袋了，机构落袋了。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机构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出掉，只不过说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兑现了。那这个是 AMD 的一个日线，但是我们来去看一下AMD 它在30分钟和60分钟是如何呈现的。我们来看到 AMD 它在30分钟是出现了白 K， 而且呢它有聚宝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我们看到它在60分钟也出现了白 K， 然后呢也看到了聚宝盆，但是它没有出现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这里呢就差一点。但是从日线它的反弹来看，那这个就是变形的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还是符合条件的。所以说 AMD 的话呢，短期我们看到抄底套餐出现的话，1到3天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这个波段还是可以去操作一下的。这个是 AMD 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 IBM 这一只股票呢，是粉丝朋友想让 Lucy 呢好好的去分析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 IBM 呢最近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强悍。它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紫色飘带它其实是从240元开始起涨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第一波涨完之后呢，它有一定的一个偏离之后呢，它做了一个修复。修复之后呢，它在黄色的一个线这个位置，中轴线这儿又起涨了一根阳线，非常强悍。所以说呢，它又出现了一轮拉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股价会沿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呢，去这个
回归，然后反弹，然后再回归，然后再反弹，是这样的走势。那当然呢，现在股价已经又来到了 IBM 的一个紫色的区域线的一个附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它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箱体之内运行。那么我想啊，请我分析的朋友呢，他可能是持有这一只股票。那么持仓的小伙伴，你注意了，如果说 IBM 它的股价能突破295元继续上涨，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阳线反包之后呢，它一定要选择方向。那如果说它选择向上的话，你可以持有不动。但是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呢是跌破了290元一带，跌到这个紫色区域的一个下方的话，那我想你可以要减仓，那你可以减半出来，这个是 Lucy 的一点建议。如果说它在这个紫色区域没有这个跌破之后呢，又反弹起来，我们再去参与也是有机会的。所以 IBM 的话，它现在呢从主图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从 MACD 来配合着去看的话，那你会发现近期呢它会出现一些这个顶背离的一个迹象。如果说红柱继续放大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所幸它现在呢是没有出现大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我们持有 IBM 的朋友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注意观察它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那这是对 IBM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